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车厘子，好久不见，大家最近过得怎么样呢？那最近我在上汉语课的时候，就发现很多学生他们都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不管他们的汉语水平很高还是很低，他们的汉语听起来都是外国人的中文，外国人的汉语跟中国人说汉语是不一样的。对，像我的可能 HSK 1级的学生有这样的问题，这是很正常的。但是我的 HSK 5级的学生也有这样的问题。还有的学生他们学了汉语很多年了，但是他们在说中文的时候，还是听起来不像中国人。那他们有什么问题呢？今天我就要来说说为什么你的中文听起来不像中国人。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呢，它最主要的问题大家都知道，那就是声调的问题。我的很多学生说，他们在说一个字或者说一个词的时候，他们的声调是对的，但是当他们说一句话的时候，他们的声调就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不知道了，就是没有办法去记住每个字的声调，他们没有办法记住这个字怎么念，然后这个字的声调是什么，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，然后这个字应该和哪些词在一起，就完全乱了。所以其实中国人我们在学习汉语，我们在小学或者我们在跟妈妈学习中文的时候，不是学习中文，是学习中文 ，sorry， 我有点乱。其实大家都知道嘛，在中国有很多方言，那我们在说方言的时候，其实他们的声调跟普通话的声调完全不一样。比如说普通话说妈妈，妈妈，对不对？但是在我的方言，我们说妈妈，妈妈，你看它的声调也不一样。所以我在上小学之前，我都是说的方言，我没有说普通话。那为什么我后面就会说普通话的声调了呢？这是因为其实你在生活里面需要用的字并不多，可能2000个字，对，就你的生活就够用了。所以我们在每天说普通话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每天都在重复一样的字，在重复这些字的时候，我们慢慢就习惯记住了每个字的声调。从来没有去记住过，去背过这个字的声调是什么，那个字的声调是什么，就是说着说着说着就习惯了。比如说我们每天都会说今天天气不错，今天天气不好，我们每天都会重复天气这个词，那说多了我们就习惯了天气它的声调。所以其实你不需要去背每个字的声调，你只要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去练习怎么说这个词就好了。我觉得中国有个成语叫熟能生巧，它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东西你练习很多遍以后，你就记住了它的声调。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找一篇文章，然后你记住它的声调，就是你写下来它的声调，然后每天读一遍。这篇文章不可以是很难的词语，也不可以是新闻。大家都知道，其实中文我们写的词语和我们说的词语有时候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大家可以用，我觉得是比较日常生活跟我们生活有关的文章，然后每天读一遍，这样就可以记住很多词的声调了。那这是第一个问题，就是你要每天说，每天说，你不需要背，就说一说，读一遍，每天读一遍就可以记住了。好，那第二个问题，其实是我发现了我在很多国家的学生身上都有这样的问题，就是当他们在说一句话的时候，他们总是从最高的声调开始。比如说
中国人说我很好，我很好，但是在我的学生身上，他们就会说我很好。你看，他们喜欢从最高的地方开始他们的句子。当你第一个字很高，你第一个字的声调错了，那后面的字也会错。比如说，今天星期日，很多学生他会说得很高，然后到后面他不能再高了，他只能今天星期日，那就有问题。所以当你开始说一句话的时候，第一个字的声调非常重要。其实很多中国的句子，我们都是从很低的声调开始的。比如说，我是 Cherry， 不是我是 Cherry， 对不对？我是 Cherry。还有就是，比如说，一个星期，他们是，很多中国的词语，它其实在开始的时候都是很低的声调。如果你在第一个字就读出了很高的声调，那后面的字都会错。所以记住了，第一个词非常重要。那第三个问题其实是节奏的问题。这个问题很多国家的学生都有，就是当他们在练习说一个句子或者说一个段落的时候，他们是这样说的：一个星期有7天，他们是星期一、星期二、星期三。你看，就是当学生他们在说一个句子的时候，他们把每个字分开说了。每个字他们都会说，把它的声调说好，然后说完这个声调。所以这样听起来，你的汉语会非常硬。对，我们可以用这个硬字来形容，来说你的汉语，就是你的汉语不 nature， 不自然，很硬。OK， 那像中国人怎么说这句话呢？我们说一个星期有7天，他们是星期一、星期二、星期三。你看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是有节奏的。一个星期，快一点，有7天，他们是星期一、星期二、星期三。在我说话的时候，我不会一个字的说。对于中国人来说，一句话里面有很多的词语，有很多的 phrase， 那这些词语、这些短语、这些 phrase， 那我们要连在一起说，你要把它们连在一起，不可以分开说。如果你分开说，那我们听起来会非常奇怪。所以当你在说中文的时候，你可以把它一个句子里面的词语画下来。那这样当你在说这个句子的时候，这个词语就要说快一点，就要连起来说。两个词语中间你可以停一下，比如说玛丽的朋友想给妈妈买件旗袍，那这样你的汉语就会听起来非常自然。当然我知道这是有一点难的事情，第一步还是要先把你的声调说好了，那第二步再去练习一句话的节奏。所以声调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，但是它也不是你需要用很多脑子的问题。其实你就需要 repeat， 一直重复到你的嘴巴有了那个肌肉记忆，有了你的 muscle memory 就够了。所以你不需要去用很多脑子去记住每个词的声调，就重复享受它就可以了。那这就是我今天想说的内容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